得嘞，诸位，今天咱们从一份红头文件说起。今年7月，中央部署了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为期1年。8月初，中央政法委负责人出来答记者问，里头有一句话，我原样念给您听，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，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，打黑要打财，这话本身没毛病。黑社会确实有钱，打蛇打7寸，掏他的钱袋子。对，可诸位，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几页，看看同一个7月还发生了什么。7月24号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公告，离岸信托要收 20% 的个人所得税，往前追溯到2023年。7月25号，凡垄断部门给携程开出罚单、没收加罚款 51.79 亿，罚款部分按销售额 7.5% 顶格。也是这个夏天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中国启动全球规模的追税行动，目标是过去几十年欠下的税，有的个案往前查到了2000年。您各位把这4件事摆在一张桌上看，清剿黑财、追税信托、顶格罚单、全球追缴，4件事来自4个部门，用4套法律讲4种道理，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每一件的结尾都是钱从社会流向财政。今天这期就讲一件事，钱不够了之后，一个政府会怎么办？先把骨头亮出来。过去20年，这个国家的钱主要是向地要的，地卖不动了，就得向人要。而这2件事性质完全不同，向地要钱，政府是卖方，您是买方，您嫌贵可以不买，那是交易。向人要钱，政府是征收方，您是被征方，您没有嫌贵的选项，那是权利。我给各位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您家小区的物业，头些年物业的日子好过，靠什么？卖车位，一个车位10几万，卖一个是一个业主掏钱掏的心甘情愿，这是交易。后来车位卖完了，物业开始收停车费，收电梯广告费，油水薄了点，但也还算买卖。再后来，这些也不够花了，您猜物业干什么？翻旧账，挨家挨户查，您家10年前装修，垃圾清运费好像没缴齐，您家阳台封窗超出外立面3公分，您家那条狗办证了吗？一家一张补缴单，附言写着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多少条，条例是真的，章也是真的，可整个小区都明白，不是您违了章，是物业没钱了，这不纯属扯淡吗？一个国家的财政当然比小区物业复杂1万倍，可那个转弯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卖资产的路走到头，就开始走翻账本的路。先看窟窿有多大，卖地收入2021年到顶 8.7 万亿，什么概念？那一年地方财政差不多30%的钱是地里长出来的，然后房子卖不动了。2025年卖地收入 4.15 万亿，4年腰斩，少掉的钱加起来约 4.6 万亿，相当于凭空蒸发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年财政。可支出是刚性的，公务员工资要发，退休金要付，债的利息1分不能少，收入涨半，支出不动，这窟窿谁来填？2024年的财政数据给了答案。这一年全国税收收入下降 3.4%， 经济什么样？税收最诚实。可同一年非税收入暴涨 25.4%， 其中罚没收入增长 14.8%。 诸位咂摸一下这2个数字的组合，正经生意贡献的钱在变少，罚出来没收来的钱在变多。税收是经济的体温计，罚没是执法的营业额，体温在降，营业额在涨。有人说，那让地方勒紧裤腰带不就完了？诸位，地方的账本上有个词叫3保，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，这3样是1分都省不下来的。教师的工资、公交的补贴、养老金的窟窿，全是到日子就要见钱的。土地财政依赖度从2021年的将近30%降到2024年的1.7%，听着像转型成功，其实是收入塌方。窟窿不会自己愈合，它只会去找新的镜像。新的镜像在哪儿？在人身上。窟窿看完了，再看网是怎么撒的。这张网有个特点，从大鱼下网一路撒到虾米。先说大鱼，7月那个离岸信托新规是给最顶层的富豪量身定做的。过去富豪的标准动作是把股权装进海外信托，人在国内，钱在开曼，税务上2不沾。新规把这条路整个焊死了，装进去的时候收 20%，
存续期间的收益收 20%， 往前追溯到2023年，给你90天窗口自己申报。紧接着就有媒体报道，顶级富豪们在排队补税，有人一笔要补几十亿，具体名单和数字网上传的有鼻子有眼，咱们不引，因为核实不了。可方向是清楚的，最会藏钱的那批人先被点名了，然后是中产。这几年内地中产流行去香港买保险，图个美元资产，图个收益稳。现在呢，按公开报道，北京、杭州等地已经出现对香港保单分红收益征收 20% 个税的个案。注意，目前是个案，还没有全面铺开。可您琢磨琢磨个案这个词在这片土地上的用法，它从来不是终点，它是试点。再往下是玩美股的普通人， CRS 全球金融账户信息交换。您在海外券商的账户，税务局是看得见的。从前年开始，各地陆续有人收到短信，请申报境外收入，有的补税单往前到查到2017年，炒美股赚的钱要补，亏的钱能抵吗？规则还在解释中。金融时报那篇报道里还有个细节，我念给您听。银行接到的指令是账户先冻结，什么时候把境外收益的税和罚款补齐，什么时候解冻。诸位看明白这张网了吗？信托是富豪，保单是中产，美股是白领，鱼从大到小，网眼从疏到密。而所有这些追缴有一个共同的词，叫追溯。3年、8年，有的20多年。追溯这个词值得单独掰扯一下，它的意思是用今天的解释去清算你昨天的账。您当年做那笔投资的时候，没有这条规则，或者规则模糊没人执行。现在规则清楚了，账从当年算起，一个允许无限往回翻账本的税收体系，等于跟所有人说，你没有合规这个状态，你只有还没被查这个状态。这里有个问题值得多问一句，这些规则很多不是新的。CRS 信息交换，中国10年前就加入了，境外收入要报税，个人所得税法里早就写着，规则一直在，10年没人动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因为执行是有水位线的，而水位线是财政化的。钱够的时候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规则躺在纸上睡觉；钱不够了，把纸上的规则一条条摇醒。所以别问法律变没变，法律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财政对法律的需求量。这也是为什么依法2个字在这些新闻里格外刺眼，每一笔追缴确实都有法可依，可选择哪条法、何时醒、追多远，从来不是法说了算。还有件事不吐不快，每一轮对富人下手，评论区都是掌声，早该收拾这帮有钱人了。诸位，我理解这个情绪，但这笔账得算清楚，清缴来的钱进的是财政的账，不是您的账。您股的涨分红轮不到您。而翻账本这门手艺有个特点，在大鱼身上练熟了，总要找下一个用武之地。练手的顺序从来是从上往下，收网的顺序从来是从大到小。信托、保单、美股，这条线您已经看见了。您在第几还不取决于您干净不干净，只取决于网收到了第几圈。给别人挖坑的掌声，一般都是给自己的坑奠基。好，这是有鱼的地方，那没鱼的地方怎么办？造鱼，这就得说到一个渔业术语了，远洋捕捞，近海无鱼，去远海捕。搁在执法上，就是本地没什么可罚的了，去外地找。给您念一个案子，每个数字都有公开报道。2023年10月，河南2个市的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，出动1600多名警力，跨省到广州办一家企业。这家企业原本的涉案金额是60多万，60多万的案子，1600名警力。然后呢，冻结账户64个，冻结资金 7.58 亿，传唤261人，刑事拘留带回河南的有38人。这家公司本来要去香港上市，黄了，几百名员工被讯问，企业到了破产边缘，60万的案值， 7.58 亿的冻结，这个比例100多倍。您说这是办案还是办钱？这不是孤立。广东省的内参材料说，仅广州一地2023年就有近万家民营企业遭遇跨审查风，绝大多数带着趋利性执法的痕迹。2024年82起上市公司高管被带走的案件里，约一半是异地执法。浙江检察机关还披露过一个案子，警察私自带着警械跨省抓企业家，最后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刑，
警察都用上私字了。诸位，抓人这门生意都有人绕开单位单干了，这门生意的账是这么算的：罚没收入上缴地方财政，地方财政再按比例给办案单位返还经费。翻译一下，罚的越多，办案经费越足，装备越好，奖金越高。抓谁，去哪抓，冻结多少，和本单位的收入直接挂钩。诸位在任何一家公司待过都明白这个道理。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，考核销售额，员工就冲销售额；考核罚没额，执法就冲罚没额。人性没有变，变的是指挥棒。要说句公道话，中央看不下去了。2024年底，最高层明令要坚决打击远洋捕捞式执法，规范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。2025年，全国罚没收入确实回落了 5% 左右。您以为这是就算刹住了？两个细节。第一，就在罚没收入整体回落的2025年，长三角还有24个城市把罚没收入的预算调高了。诸位，罚款这个东西是可以做预算的，年初就写好今年准备罚多少。预算是什么？预算是任务。第二个细节就是开头那份文件。2026年7月，新一轮扫黑除恶启动，重点之一，白纸黑字，强化黑财清剿力度。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该打的黑恶势力当然要打，村霸矿霸欺压百姓，清剿他们的黑财，天经地义，这个咱们不抹杀。可诸位要记住一条铁律，任何一把锤子，只要它能砸出钱来，它落下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。当清剿力度成为考核指标，问题就从它是不是黑恶悄悄变成了它有没有资产。远洋捕捞那些案子已经演示过一遍这个顺序了，先看上财产，再安排罪名。以前是有人犯了法，所以罚款，现在是需要罚款，所以得有人犯法。执法一旦成了营收部门，法律就成了价目表。最后，咱们把这期和上一期接上，上期讲出入境新规，单看两件事不相干。您现在在看，一边在翻每个人的账本、信托、保单、美股、黑财，一边在收紧每个人的出境，事由要真实合法，技术人才不准走。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，钱要跑，人要走，而财政等着他们填坑。关门是为了翻口袋，翻口袋就必须先关门。金融时报那篇报道的结尾说，北京同时在大幅加强对未来离岸资本流动的管控。您看，人家看得明白，追缴旧账和封堵新路是同一套动作的两半，可这套动作有个自带的死结。税基这个东西是长腿的，企业家看见同行被远洋捕捞，第一反应不是守法，是搬家。有钱人看见信托被追诉，第一反应不是补税，是把下一笔钱藏得更深，挪得更远。于是越翻账本，愿意摆在明面上的钱越少，明面上的钱越少，越要使劲翻账本。每一轮清缴都能完成今年的任务，每一轮清缴都在缩小明年的税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死结，循环里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，循环本身通向枯竭。这套剧本历史上是有底稿的。明朝末年，正税收不上来了，土地兼并，该缴税的缴不出，能缴税的有门路不缴，朝廷怎么办？加派，辽饷、缴饷、练饷，一饷接一饷，每一项都有天大的理由。辽东在打仗，流寇要进剿，军队要操练，理由各个正当，落点只有一个，从还能榨出钱的人身上再榨一刀。结果诸位都知道，被加派逼得活不下去的人，转身加入了朝廷要缴的队伍。收钱的动作本身制造着下一轮要花钱去对付的人。我不是说历史会简单重演，我是说财政末期的动作序列是相通的，正向枯竭，杂派登场。杂派登场，人心离散，人心离散，收得更狠。这个循环一旦转起来，靠循环里的人自己是停不下来的。因为对每一个具体的办事者来说，完成今年的清缴任务永远比担心10年后的人心划算。得嘞，收个尾。有人说收税天经地义，哪个国家不收税？对，税是文明的价格，这话咱们认。可价格有个前提，先谈好再收钱。菜单上写明白的那叫价格，吃完饭往回翻你10年的账单，说这些菜当年收便宜了要补差价，那不叫价格，那叫罚你有钱。一个政府缺钱的时候干什么，比他有钱的时候干什么，诚实10000倍。
有钱的时候，人人都能大方；缺钱的时候，他对你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才是他真正相信自己可以对你做的事。最后送诸位一句话，往后看新闻，凡是看到清剿、追缴、专项这些词，别先问打的是谁，先问一句，这钱最后进了哪本账？爱听不听，因其名矣，求其有声。咱们下期见。